露露，其他没钓鱼。之前如果有看过我绿岛那边，其实我那时候去绿岛的时候没有带到钓竿，所以我在台东买了一把3H 的安抛竿，但是不是很顺手，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腮乎，然后要帮我改竿子。我要把这一把9尺半的安抛竿，然后改成8尺的船抛竿，我弄一把船抛竿来玩玩看，这样钓起来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试试看看会不会比较好。那我就觉得说，你如果买了一把比较没有那么好用的竿子，其实可以试着去改竿子，还是多少会有一些钓具店或多少会有一些手工竿的师傅愿意接这样子的改竿子的服务。其实可以拿这个竿子去跟师傅们讨论，都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他应该在里面工作，这是我们塞，今天主角。1.5本半，我就想说就截掉大概差不多1尺半左右。硬容器是不是比较不好？你要换尾的话，因为它是硬容器的关系，所以它局限你这只尾巴的这个内径，然后长度，还有你的调性都有局限。一般我们定剂是插进去竿身里面，然后有的密并剂是没有这个水，然后插进去。硬容器以我的看法是。它可以竿身细，竿子 Q。如果是你是并剂的话，它就会要插进去，竿尾会变细，才能插进去。那现在是竿尾的后端跟这里的外径是一样，所以它的硬度会比较硬，然后它竿身会比较细。如果你要用并剂的话，要这么粗的竿尾要插进去，它是不是要再更粗一点，所以竿子会更粗，会更重。一般是这样。就想说硬容器不是比较麻烦？对，一般竿子的话会做硬容器都比较好，高级的竿子，因为它比较麻烦。换尾巴的话是没办法完全跟原来的一样。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往上移，后面裁的话是可以。我原本是在想说，到底要截前面还是截后面？截前面我又怕我告 Q。截前面之后，你弹性会不见，然后会太硬。如果截后面的话，对，截后面就是把这个拿掉嘛，然后要这个手把的距离要往上移。对，要适合你自己的抛投。假设原本它是73，可是因为我往上移之后，它会不会变得像60？不会，因为主要的那个 Q 性啊、调性都在竿尾嘛，竿身比较没有影响太多。除非你钓很大的鱼，会凹到手把的那一节，可能就是少了这一节的那个弹性，所以对你的那个竿子本身调性没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斩掉后面这一段，要斩大概40出头嘛，40出头，然后这个是往上移，然后因为上手把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它的那个座，检验机坐在这里，对吧？所以我抛投的时候这样子是差不多。对，因为这个要依照你身材，看你什么距离最顺手。它的上座在60的位置。对，刚好这里可以装那个 GPS 嘛，这样就变成差不多15公分。传统的1本半，这2个珠子换一下。这个珠子换到这里。对，因为这个还是要大一点。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反正就是斩掉后面这一段，然后把做把移上。我们接下来就看塞表演了。袂烧吗？我想讲袂烧嘛。
看它装就前后，如果空的会陷进去。看他打的富士，然后就会比别人贵一点，可它品质也是很好，比较稳定嘛。非常是山的风12比较。有人这个他会量那个。对啊，温公丘。有人会要求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还是会有人会哦。对。我只是开玩笑而已。他会限制你杆子，你的杆子会限制你要踩几公分。哦。所以我的尺都没有5公尺，硬的我都不买。可是如果客户要求，反正是客户量给你，然后你再做。对对，如果他要几公分，那我就裁。我曾经遇到一个客人，他杆子也裁，浮标也裁，裁到他要的那个。浮标也裁。对，我说啊，你裁你不要什么样？他丢爽不裁。丢爽。那你都知道大概多少的厚度是够塞那个做的啊？就是。可是看你抓的都蛮准的，还是你都微调而已啊？就一直转到想停就停。哦。灵感告诉你该停。对对对。后塞装进去，你会没关系，那一点点。对啊，长我还好，我比较不喜欢短。男人总是喜欢长一点。对的，粗一点比较好。这一段要当花絮。真的要忘记塞坏掉了。不要了。小扁又成功的带坏了一个师傅。刚好60。
啊，真正钓，哈哈，啊，小扁今仔日钓鱼哦，哦，跑飞行，哦，哈哈哈，小扁你出我啦，哈哈哈哈。啊！你睇条地方啊！哦，你那个来给我讨真鱼啊！买那个抱走了。遇到我们排档的小饼，哇塞啊！哦，别让我养个3口。你个教，哦，你个教我甲翕咯。小饼安尼有鱼无？有鱼无？无鱼啦。有鱼啊你啦！这个无鱼呢。对。好，不要跑。小心哦，小心！哎，你唔能报仇啊！开杠就会中。哎，对啊。太扯了吧！哦，这几家。太扯了吧！哦，这几家。你有看到吗？还有一只在它旁边呢。要打。哎，小饼来。哦耶！咱无鱼就无鱼，有就大只啊。